嗨，我是君令，欢迎来到我的写字教学频道。你想写好字吗？你想迅速改善自己的字体吗？频道中的影片帮助许多人改善字体，建立自信。邀请你一起加入频道学习哦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不太容易写好看的部件，就是工字旁。君令的分享会从一个部件的教学一路延伸到笔画的安排，因此很容易字体就有了大幅度的改善，所以仔细听下去吧。书写公部时，如果没有运用一些方法或诀窍，那么书写出来的状态就会像画面上的这个字体呈现出来的感觉，有些呆板，有些方正。今天这一集就要告诉你公部的书写诀窍，让你从左侧的公变身成为右侧的公。等一下我会把公字旁拆成2个笔画书写，从中间这边切开来，这边是一个笔画，接下来下面的这个部分是一个笔画。好，那我们就要来示范怎么做咯。首先我们先看第一笔的笔画，第一笔的笔画是横钩。好，横钩写完之后呢，下面这所有的笔画我会用一个连笔来处理。我们连续书写这个笔画，我试着把它写慢一点，大家仔细看咯。第一笔横钩完，第二笔横钩下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在这边稍微往回走一点，然后往右侧横折钩出，然后再踢出。好，我写完咯，你看懂了吗？我想应该是没有，没关系，我们来仔细解说一下。第一笔的横钩最简单，这个大家应该都没有问题。接下来的部分到底要怎么操作呢？首先呢，拆解一下，你会先书写一个横钩，大家看一下中间这一段书写横钩。接下来呢，横钩写完之后，笔再沿着刚刚横钩的路线往回走一点，所以这边会有一小段，然后从这一小段回走一点的部分呢，我们再写一个横折钩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要制造一点点向下的弧度，但是不要太多太弯，稍微一点点向下的弧度之后，我们就转弯，然后到这边勾出。下半截的部分呢，是这样书写的，这次大家应该就看得很清楚了吧。接着我们来书写红这个字，红字的左侧是公，右侧是丝。公字书写时会长得比较瘦高，而丝字呢，则是一个扁矮的字形，所以2个凑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书写呢？那现在就来示范一下。首先，刚刚公部运笔的方式横钩，接着我们再下一个连笔的部分。好，连笔的部分写完了之后呢，我们要来安排旁边丝部的位置。我们要抓什么位置去下丝部这个字呢？我们会抓中段的位置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，把丝部摆放在公这个部件的中间这一段，这样丝部看起来它的状态会比较平稳。那么我们在放丝部的时候，还要特别注意，不要靠公部太近，这样子的话，部件之间感觉会太过压缩，所以我们让这边空一段的距离，再下丝部。我们先下撇、挑，接着再下一个点画，这样子做就可以把红这个字处理的相当不错咯。如果我们把公配上一个瓜，那么就是弧度的弧。那我们来示范书写一下弧度的弧。首先先处理公部的部分，依照我们刚刚教大家的书写原则，横钩完，继续横钩，然后连笔书写出公部这个部分。接着呢，我们要来写旁边的瓜了。旁边的瓜该怎么跟公字做搭配呢？首先我们会先下一笔的撇画，
接着下竖撇。在下竖撇时呢，我们要让竖撇跟弓部之间留一个空隙，彼此之间要有一个空间在。接着我们再下竖画，接着再下一笔的挑画，接着我们要再下一笔的点画。那点画该怎么下，才能跟等一下最后一笔的捺画之间产生一个比较均间的关系呢？我们可以运用一个技巧去帮助我们书写哦。我们可以先把最后一笔的捺画写好，捺画完成之后，跟我们的竖画、挑画中间的空间已经出现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到中间的均间位置，下我们的点画。好，这样在分配上呢，空间就会很平均哦。给大家参考看看，这是胡字的写法。我们一直很用心在制作影片，正看着影片的你，也是被军令教学影响而改变的人吗？谢谢每一位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频道的人。我在学，你们陪着我在频道中一起，我们都不要停下学习的脚步。频道的创立只为了播下一颗美字的种子。这颗种子有在你身上发芽吗？有在你身上起作用吗？欢迎留言告诉我哦。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“迷”这个字。迷这个字要先书写一个弓，再书写一个耳。那弓部的部分呢，我们就把握之前跟大家讲的原则，大家多书写几次，我们在书写久了之后，自然就会抓到字体的诀窍了。接着我们要来书写耳这个部分咯。耳这个部分呢，我们要让这一笔的横画稍微下降一点，这样子可以制造上方有一个空间感。好，横画呢，我们从靠近弓部的地方起笔拉长，让它作为这一侧的主笔。接着我们要让竖跟横折钩缩在这个横画的内侧下，竖画的长度大概跟弓部的底部差不多。那我们再下一个横折钩，横折钩的部分呢，稍微比刚刚的竖画略长一点，然后我们就勾回。接着中间这个空间呢，我们就要写一笔竖画，把它们平均切割。好，我们写一笔竖画，把它们平均分配。接着呢，我们要再写中间的撇点，中间的撇点笔画比较多，我们就尽量把书写笔画的力道放轻。撇点，撇点，这里一样，撇点，撇点。好，最后的撇跟点两个笔画，我们就缩在横画的内侧来书写。好，这就是“迷”这个字哦。画面上的“奴”字，奴字是用弓部作为底下的部件。那弓部在字的下方时，又该怎么书写呢？我们首先看到女部的部分，女部的部分呢，跟上方的右的部分是写比较扁平的状态在上方，接着下来弓部的部分呢是拉的比较瘦长在下方，我们就用这样子的组字概念去书写奴咯。那我们在书写弓部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左边的弓跟右边的弓，它们书写的状态。左边的弓在宽度的控制上处理的比较好，右边的弓在横折钩的处理上呢，就处理的没有那么恰当，所以看起来就有点太过宽大咯。那我们就来书写奴字咯。首先我们先写撇顿点，撇顿点尽量把夹角变小，所以顿点我们会有一点往上弹的感觉。接着再写撇画，接着挑画的部分稍微下降一点，再写挑画，不要太上面，我们把它降下来一点，写挑画，这样女部的这块空间就会显得比较小。接着我们顺着这个横画的空间往上写横撇，再来呢，再写一个长顿点，让它长长的拉出，制造这个方向的主笔。接着我们要写弓了，弓第一笔的横钩不要太大，接着再下第二笔的横画，第三笔呢用竖画呈现接下来的
横折钩抄出去，这边1点之后，你就可以准备转弯，然后勾起。那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公字的这3块空间的大小关系，这块要最大，这块要最小，这一块则是中间的大小。大、小、中，把握这个原则去分配公布的空间哦。接下来要教大家写弟弟的弟这个字，弟字也有弓，就在字的正中间。那当弓放在字的正中间时，又该怎么做呢？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弟这个字哦。弟这个字的上方是点跟撇，在这边我们以对点的方式去呈现，那么字体会比较活泼有变化。接着我们写横折横，再来下面这个部分呢，弓字的部分呢，我们把它拉宽大，并且呢压扁，让整个弓部变成整个字体的主结构。接着下竖画，再下撇画，这样写出来的弟非常的好看。那我们就来教大家怎么书写这个弟字。好，接着我们来书写弟这个字咯。首先我们先下一笔的点画，点画往上挑，点画的结尾指向撇画的起头，撇画撇出，用对点方式去呈现比较活泼的感觉。接着我们点画跟撇画之间形成的这个距离，就当作是等一下横折的宽度，所以我们从这边横到这边折，好，下方再加一个横画。那我们弓部结构体的上方就已经处理完毕咯。接着我们要写的是下方的结构体。下方的结构体呢，书写上呢比较需要一点技巧，那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做分析。我们先来书写给大家看，在这个2个笔画起头的外侧下方1点，先写一个点画，然后让它回弹，接着横折钩，那么最后我们再下一笔的竖画。竖画写完之后呢，在竖画的右侧1点点，我们下撇画。好，那刚刚横折钩这个弓部的下半部呢，在书写上呢有一些技巧，我们来仔细跟大家说明一下。我们要讲的是这一段的部分到底是怎么处理的。这一段的部分呢，它书写的方式是先下点画，我们把它分解开来。点画下完之后呢，回弹1点点之后，从这边斜斜的往上拉出，然后再下来写横折钩。那各位要注意哦，点画的最低点，我们尽量跟横折钩的最低点在相同的水平线上，尽量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要求跟标准，我们写出来的弟字在弓部的处理部分才会比较好看哦。所以我再示范一次，点，然后回弹之后，我们往上，再下来横折钩。好，这样子的弟字书写就会很好看，希望你也可以书写试试看哦。写字这件事情真的很有意思，有时你觉得自己怎么写都没有进步，但是只要跨过书写的撞墙期，笔画架构就又会往上跳了一阶。随着你的付出和练习，你和笔跟纸之间就会培养出一定的默契，书写也会越来越顺心哦。但是很多人往往都在感受到写字带来的成就感前，就先放弃了这件事了。希望我的影片能够带你越过那道怎么写都写不漂亮的挫折感，带你有机会进入美字的世界哦。请在留言栏处写下“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”，细细叮咛练习中的自己。
别害怕眼前的辛苦，那正是通往成长必经的道路哦。如果你想要延伸学习，可以到资讯栏及留言栏处看看，在那里我整理了课程跟字帖的详细资讯。很开心这堂课至今已陪伴了近100位的学员一起练字，看到大家的进步与回馈，真的很感动。还有一些免费的学习资源要分享给你，包括免费的电子字帖下载，免费的握笔教学影片及常见的练字问题的文章，让你能够再更有系统的练习。那么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希望你喜欢我的分享，喜欢的话给我一个赞吧。我们下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